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 HSK4 第11课的词汇。在我的频道中呢，有一个 playlist 叫 HSK4 词汇。现在呢，我更新到第11课。如果你正在学习 HSK4 这本书，我相信这些视频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材料。那如果你已经学习过 HSK4 这本书了，你也可以看看这些视频，因为呢，我会帮助大家扩充一些词汇，对于那些意思相近的词汇呢，进行比较，给大家更多的例子。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从这些视频当中学习到一些新的内容。你可以使用视频的进度条，这样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词汇，而不必看完整个视频。那在每个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面呢，我也会把这些词汇、把这些例子、例句整理下来，然后你们可以去下载学习。第11课的课文题目呢就非常有意思，叫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那同样一个好字放在不同的位置呢，它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那读书好，我们把好放在一个动词的后面，就表示做这件事情是有好处的。那比如说我说学中文好，意思呢就是说学中文是有用的，是对你有好处的。那读好书，我们把好这个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我相信这个意思大家都是明白的。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好电影，好人，好天气等等。比较值得说的呢是第3个好，它的发音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读好，好读书。那好在这儿呢做的是动词，意思就是喜欢、喜爱的意思。那比如你可以说他好酒，意思就是他喜欢喝酒。这个孩子很好动，意思呢就是这个孩子很喜欢动，静不下来，非常的活跃。在第11课第1个对话当中，大卫夸马克中文说得很流利。那流利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指说话快而且清楚。那现在我们经常用流利这样一个形容词来夸赞一个人某种语言说得非常的好。那你可以用下面3种方式来夸对方。他的中文很流利，他中文说得很流利，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当马克说他看中文报纸的时候，大卫说：“你太厉害了。”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用厉害来称赞别人有某项了不起的技能，或者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跑完了马拉松，你可以说你太厉害了。或者你有一个朋友考出了 HSK6， 你也可以说太厉害了。厉害这个词还有一个特别常用的用法，就是表示程度高。我们来看2个例子。比赛前他心跳得厉害，这里呢就是他由于紧张或者是害怕，心跳得很快。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堵车堵得很厉害，意思就是堵车非常严重。大卫说马克太厉害了，连中文报纸也能看懂。在这里，连这个介词呢是表示强调，它经常可以跟都或者是也连用，它有甚至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其实是想要强调，看懂中文报纸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句。马路上非常干净，连一片树叶都没有。你都已经40岁了，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我上次回中国非常匆忙，连以前的同事都来不及见一见。在刚才那个例句当中，我用到了来不及这一个词语，意思呢就是时间不够，赶不上。那句话你也可以这么说，我回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见一见以前的同事。那在第二篇对话当中，小夏和小雨在讨论考试的事情。小夏说，2个小时做阅读题应该来得及。那来得及和来不及正好是相反的意思。来得及的意思呢，就是时间是够的，还是有时间的。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句。你不用这么着急，会议9点才开始，来得及。你不要以为在考试前几天复习来得及，这次考试听说会很难。他没来得及说一声再见就走了。再来看2个来不及的例子。他来不及吃饭就开会去了。现在我们必须出门了，不然就来不及了。小雨说，因为时间来不及，他只好放弃后面那些简单的题目。只好呢是一个副词，表示只能这样，没有其他选择。那小雨因为时间来不及，他只能放弃那些题目，他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再来看其他一些例句。我昨天回家太晚，错过了末班车，只好走路回家。我没有足够的钱，只好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因为家里不同意，他只好放弃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那我刚才说的这3个例句呢，都可以用只能来替换。那下面2个例句，我们就不能用只好，只可以用只能。我只能吃一点点辣。在这里呢，说的是你承受辣的能力，只能一点点。我只能等你5分钟，因为一会儿我还要去接孩子。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只可以等你5分钟。那这里只能，你也可以用只可以来替换。小雨还说，考试要注意方法，否则会做的题也没有时间做了。否则呢，是一个转折连词，意思就是如果不这样。那小雨刚才那句话，你也可以这么说，考试要注意方法，如果不这样，会做的题也没有时间做了。那在口语当中，我们还会说要不然。要不然是一种更加口语化的说法，否则呢就比较正式。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句。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否则很容易生病。意思就是，如果你不多穿一些衣服，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很容易生病。
你先做作业，否则别想看电视。如果你晚回家，跟我说一声，要不然我会担心的。在第3个对话当中，小林和小李在讨论阅读的好处。小李说，无论是普通杂志还是著名小说，只要打开它们，就会发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那在这里，无论是一个连词，它表示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结果都不会改变。那你还可以用不管这一个词，不管这一个词呢更加的口语化，我们在口语当中用的更多一点。我们来看几个例句。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他不管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无论下不下雨，我都得准时到公司。小李说，阅读除了能增加知识，还能减轻压力。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搭配，叫除了还。那还后面的内容呢，是对前面的内容的补充。我们来看几个例句。除了汉堡，你还想吃什么？你除了这个汉字不认识，还有什么字不认识？我除了在 YouTube 上教中文，还有其他的工作。在第11课第5篇的课文当中提到，阅读可以丰富你的知识。在这里丰富呢是做动词的，但是以前你们看到丰富这个词呢，应该是做形容词的，它表示种类多、数量大、充裕的。我们来看几个它做形容词的例句。网络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是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的知识很丰富，什么都知道。中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那在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让什么东西数量种类变多，使什么东西充裕。在国外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我说法语的时候用词很单调，我应该丰富自己的词汇量。我们来说今天的最后一个词，同时。同时它有2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相同的时间，同一个时候。你比如说，你可以这样讲：我和他几乎同时到达公司。他同时做5个项目，忙得不可开交。同时的第2个意思呢，表示并且。没有比时间更容易浪费的，同时没有比时间更珍贵的了。这个任务很艰巨，同时时间又很紧迫。好了，今天第11课的词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不要忘记去我的 Patreon 下载今天的词汇列表。在我的 Patreon 上面也有一个板块叫看新闻学汉语。那如果你想通过新闻来扩展自己的词汇量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